发现最近来找我聊天的网友们都很喜欢聊着聊着就开始查户口了。就是我之所以突然想要以这个作为标题录一期视频，只是单纯的因为最近私信我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去回别人私信的人啊。说白了，不光是私信，我就是讨厌跟别人聊天，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我都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尤其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的网友。我连跟我家里人、跟我同学我都不怎么聊天的。就像是我之前的所有视频里面我强调的一样，我这个人性格很别扭，而且我脑回路很轴，你知道吗？我最近才学会这个形容词的，就是很轴。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很多人喜欢开玩笑，但是我呢，我分辨不出来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的。而我这个人又特别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我很容易在我身上很容易出现我把你的玩笑话当真，然后你是在抱着开玩笑的那个基础跟我聊天，跟我欢欢乐乐的，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啊，原来你在开玩笑，你在骗我。然后其实正常人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正常人就哈哈哈一笑置之，对不对？但是我的话，我就会有一种我变成了小丑的感觉，我觉得啊，我是有一种被耍了的屈辱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是这种人，所以我会自己一个人内耗很久对于这件事，所以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我很反感去和别人交流的这么一个个性，以及我很轴的这么一个个性。这个具体事例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嘛，我舅舅给我压岁钱，给我红包。我当时小，我不知道，而且我看到别人都是有红包就收，我当然是乐呵呵去拿。但是我妈当时就，我不知道家长之间很喜欢演这么一出戏，就是 A 给东西，然后呢B 说我不要，但其实最后都是会要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哎呀，不用要了，都是亲戚，要什么要？然后你知道我就在被挤在中间，就成为了一个那我是拿还是不拿的那么一个人。我现在已经因为种种的这种事例，我演变成了一个厚脸皮的性格，就你可能手刚伸进口袋做事要给我的时候，我可能就去扒你口袋说多少钱，直接给我。我现在已经变成这种有点极端了，就是你做初一我做15的这种极端的性格。但我小时候我是不懂的，我小时候就会卡在中间，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以及以前我们要红包是一定要说吉祥话的，我不知道是我小时候成绩太优异还是怎样，就是我表哥我表姐都是恭喜发财，红包就已经拿到了，但因为我可能成绩过于好了，他们总喜欢听我讲一些什么成语什么的，什么吉星高照巴拉巴拉的。我当时我就在想说，有完没完，我到底要念到什么时候才能拿，而且数额还是跟我表哥一样的，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可能我别扭的性格就是这么演变出来的。然后有点说远了，时间线回到现在，我呢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然后最近因为我发的一些视频导致观看量暴增，然后我不知道是对我感兴趣还是对我的论点有共鸣的网友们越来越多，然后他们都开始主动过来私信我，而且私信的量不在少数。我之前也有私信，但之前就那么小鱼2-3只，我可以回得过来，而且之前的网友们对我兴趣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聊个2-3句，他们自己就已经已读不回了，所以我还好。但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最近每一天私信都多到不行，私信多，留言多，然后我又是那种很轴的人，我就是一定要每一个我都点进去看，然后看他的那个有什么想法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些年成长过来，我已经尽量的让自己辩证的在看待网民们的那些跟我不一致的评价了。但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3岁看老啊，我这个性格我估计是改不掉了，所以
就是私信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回完 A 的私信，然后我去慢慢的处理 B C D E F G， 然后一溜下来我再回到 A 这个人身上，我已经忘了他在说什么了，然后就会显得我有点敷衍，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现在太忙，巴拉巴拉，我不想跟你聊天了。我最后就会变成怎么说呢，就会演变成我把 A 撂在一边了，然后过了差不多1天我才想起来啊，我还有这个人没回啊，然后回去就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了。而且坦白说，我不爱跟别人聊天的一个原因是，我的生活中我感兴趣的东西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首先我喜欢玩游戏，并且我只喜欢玩游戏，而且我只玩单机回合制游戏。你们懂得这个区别吗？就是喜欢玩游戏的人很多，因为喜欢玩游戏，然后能聊到一起的人也很多，他们可以聊要不要组队，要不要干嘛，这种社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的游戏就是我自己在玩，然后我该干嘛，我什么时候上线，我该做什么任务，我自己都知道了。甚至我现在在玩那个 Switch， 我在玩宝可梦，然后我在别的平台也有放我的视频啦，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跟我说要不要一起联机，要不要一起打坑，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做，我干嘛要跟你一起？因为在我看来，和某某人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去等他，或者是他等我，意味着我们要去敲时间。而我这个人就是懒，我很讨厌跟别人敲事情。我喜欢的是怎样呢？我喜欢的是所有人顺着我来，我几点有空，然后我现在上线了，你最好马上给我就定位 stand by 在那等着我。但这种性格就是很讨人厌啊，我不用你们在弹幕里面指正我自己都知道我这样很讨人厌。然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我改不掉这个毛病，那我就不要社交好了。这是我对我自己的约束，就是我尽量让自己不主动去社交，因为我知道讨不到一点好。我呢不会去迁就别人，别人也迁就不了我，而且别人也没那个义务迁就我。久而久之，只会变成两看两相厌的一个结局，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答应过你们说的，对我的颜值有任何质疑的，都可以来找我面基，这个是真的啊。就只要我们双方敲定好时间，然后双方都有空，然后提前几天告诉我，不要给我搞什么临时的。我这个人最讨厌临时的约了，比如说什么我早上刚起床，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来说下午我们一起去吃什么东西好吗？我直接拒绝，这种的我绝对是拒绝的，不管你包多少，你包车包来回包全部我都不会去。就是我很讨厌临时，因为出门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我宁可多花好多块钱去点外卖，我都不要下楼买个5块钱一碗的桂林米粉。所以就是有想找我面基的小伙伴们，请你们提前不要给我搞突然袭击这一套，不要到时候不要怪我，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要搞，到时候就不要怪我，我不会给你们面子的。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讨人厌，但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子，没办法。然后关于私信这一块，我有时候不回，不是因为我不想回，我可能就是单纯因为不想聊天了，不是针对你。我把人比喻为2类，一类是孤独型人格，另一类我并不感兴趣，因为不是我所属的人格，但是你们姑且就把它当成是孤独型人格的反面就好了。是什么不重要，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孤独型人格我是怎么界定它的。就是我把我自己好不好，我把我自己比喻成一个机器，我在和其他的人交流，这个交流不限于是现实还是网上哦，跟他们在交流，甚至是无声的交流，甚至只是我在这，他在旁边，我们不出声，各做各的事，这种行为我把他们看成是在消耗我的能量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以跟你们聊天，你们也看出来了，我能讲很多话，但是我能讲归能讲，我在讲的过程中我的电量是在消耗中的，你们能明白吧？然后我在讲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不想再讲任何话，我不想理任何人了。这就是孤独型人格的一个共性。我这时候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充电。怎样我才能充到电？就是独处。我只要一个人待着，
然后一个人在一个属于我自己我认可的一个空间待着，就是你们不要觉得说那你一个人去咖啡厅那坐着就好了，或者是你一个人在商场，然后我们去逛街，你在那里吃东西，我们给你一点时间。 No， 不是这样的。那个空间一定得是我认可的，有可能是我家，有可能是我的房间，有可能是我的租的小房间之类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工位都行。那个空间一定得是我认可的，然后我不用干嘛，我只需要坐在那里做我自己的事情。有可能这些事情在你们看来很无厘头，有可能就是在打游戏，有可能是在洗澡，有可能是在整理我的头发，无论是什么，但是周围不能够有任何有在呼吸的生物，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 only me， 就只有我呢就会慢慢的，我的电量就会恢复。等我电量满格，也不用满格，就甚至50%，好不好？50%就够了，我就可以继续再跟你们进行一些社交方面的事情。但是一样的，能量耗尽之后，我就需要独处，而且只要我不独处，就是我需要独处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能够给我制造，或者是我自己无法给我自己创造一个独处的机会的话，我会非常的焦虑。所以就是在我标题是什么来着？标题是我不想回大家的私信，就是算了，我已经想不起来我要说什么，就这样子吧。我相信讲那么多你们应该也听明白了。我发现我最近视频真的越录越长，以后我要改一改，尽量在5分钟之内结束。好，这期结束。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就是我说我不喜欢回私信，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但是并不是代表说就完全不回私信，也完全不跟你们聊天了。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很懒，然后我很抗拒社交，所以对于我来说，不论是社交还是出门，我讲求的是一个效率，一定要快很准。比如说聊天，我们就着我们的目的聊就好了，不要在那里延伸到别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最近来找我聊天的网友们都很喜欢聊着聊着就开始查户口了，就是你知道吗？他们会表达那个中间思想。我看了你的视频，我觉得你的观点怎样怎样，我看了你那个哈尔滨之行的，我有几个建议。但是据我观察，大多数网友聊完中心思想之后，就会开始闲话家常了，多高啊，开始聊些有的没的了。这对我来说是在消耗我的能量，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怎么说，这个没必要聊吧，你们懂吗？然后关于出门也是一样的，我很不喜欢漫无目的的瞎逛。就是如果有男生找我约会，然后我问他说那我们去干嘛，他如果跟我说去逛逛啊，我真的会发火。我不喜欢逛逛，我喜欢有目的的，比如说去吃东西，那我们去哪吃几点，然后到了吃完有没有后续行程，然后各回各家。如果有，一定要提前跟我报备，如果没有，那我们吃完立刻回家，就不要边走边聊天什么的，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然后好，我确定了，这次没什么要讲了。好，就这样子，拜拜。